Hello，大家好，我是一心，今天继续讲我的军旅故事啊。前面是说到我的第二任班长建伟班长让我触碰到了部队生活的核心，就是不能遇到点挫折就逃避嘛。算是解决了我部队中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乃至也是人生中的一个大的问题。但是我到特勤的3个多月，还是几乎出完了我这一生中大部分的洋相，什么成绩吊车尾啦，动不动就抹眼泪啊，现在想起来还是会尴尬到抠脚。但是即便当时这么窘迫，我还是在建伟班长的鼓励下选择留了下来。而且到这时候开始，我的军旅生活才算正式打开，很多对我来说重要的人和事儿才开始出现，包括很多有意义的任务跟有趣的人物关系。所以说现在关注的话还不算晚，感兴趣的话可以点点关注，交个朋友。上集是说到我是在监委班长的鼓励下选择留在特弹嘛，但我们班有另外一位战友就是出人意料的选择离开，因为他的体能素质其实还蛮好的。这个时候正逢我们出训3个月，算是特勤的第一次筛选，就是与其说是筛选，更像是我们自己去选择去留，就是如果你想走的话，是可以自己打申请离开的。我记得当时我们中队是有几个人申请离开的，而且离开的非常突然，包括我们班的那位战友，就我们甚至是在他收拾行李的时候才知道他要离开的。当时还有班里的战友想去送一下，但是被建委班长拒绝了。我觉得建委班长当时是很不开心的，所以说那位战友走的就很潦草，其他的几位应该也是走的都很潦草。当时我们进特勤的新兵有30多号人，35、36吧，但是这些人走后，我们连30个人都不到了。我尝试理解建委班长为什么不让我们战友去送行了。首先，建委班长他是一个极其重视荣誉的人，当然军人普遍都很重视荣誉嘛，就连老美的西点军校都会把荣誉写在校训里。而建委班长的骨子里就是那种非常军人的军人，就是在他眼里，逃避退缩就是有损荣誉的事情。因为逃避跟退缩意味着拒绝成长嘛，而军人的荣誉就是一个军人的成长记录。我还清楚的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中队的炊事员，因为退伍季缺人，所以说要抽调人去当炊事员。因为炊事员是美差嘛，所以说当时是有很多人蠢蠢欲动的。但当时监委班长就明确跟我们说，他是这么说的，我模仿一下，就是你们是有谁想去炊事班的吗？不想干就可以过去。在这里我先说明我没有看不上炊事班的意思，但是你们谁要去了炊事班，就不要说是我带的。就是监委班长说话一直都是这么直接的，他的喜恶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最重要的人是身边的人。当然这句话也是监委班长说的，他是对班里的每个人都非常看重的，但是依然会有人弃他而去的话，我想他一定是会非常不舒服的。当然，我也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开始注意起身边的人。我之前一直是把日记当成写给远方朋友的信，更多的是记录自己的感受。后来出现在日记里的人物开始越发多了起来，我也才开始去记录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是现在那种看了会让人会心一笑的小事。有时候甚至我觉得这种小事才构成了生活的意义。当然，人物的陡然增多也是因为一件大事情，那就是我们中队援疆排的回归。他们是特勤的精锐，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自然就产生了一些新的羁绊嘛。这里就说一下我们的援疆排援疆排的设立是因为当时的疆独势力还很猖獗，恐怖主义事件频发，需要调兵支援，而且这种远距离的调兵，通常调用的都是特战，尤其是任务还如此艰巨的情况下，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任务有多艰险，是当我在表彰大会上看到了很多新闻里都没有报道的恶性事件，才肃然起敬的。当时援疆排的回归的时候，排场也很大，就支队的领导全都去迎接。表彰大会开了整整1个下午，就是我坐在台下听事迹，就是不停的在起鸡皮疙瘩，就因为很多画面真的是非常的恐怖，都是没有打码的，让人不敢相信这是能在我们的国土上发生的事情。当然也是因为真切的看到了这些，我觉得真的自己是没有理由去抱怨周遭的，
人还是要感恩的，就是因为真的是有人在为了你的岁月静好在负重前行的。所以说我当时对援疆回来的战友都是非常崇拜的。但是有一个人，那就是凯班，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即便他也是英雄排的一员，但我刚开始反而是有一些讨厌他的，但没想到他最后竟然就成了我军旅生涯里最大的感情纠葛。就为什么会讨厌呢？就是这里我要说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在山中驻训的时候是2个班一个大房间，就是一个屋子里面住10几个人，住2个班嘛，一个排长、2个班长、2个班副，所以说，干部是挺多的，所以说经常就是一个班长管一整个屋，另一个班长在忙里偷闲。我们班就是一个建委班长，一个武阳班长。我之前没有仔细讲过武阳班长，但其实我跟他的关系是很好的，因为他经常接收到建委班长的信号，带领一帮战友开我玩笑，然后间接帮我跟一整群战友打成一片。就是放到现在才说，是因为跟凯班有牵扯。就是想一次性把人物关系捋清楚。我当时非常喜欢跟武阳一起玩一起闹，首先因为他是班长嘛，就是我想很少应该会有人拒绝去跟自己的上位者打成一片。再一个也是最主要，就是武阳班长他非常的阳光开朗，就是我对阳光开朗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好感嘛。他即便比我还小1岁，但他已经是第4年兵了，但是他完全没有老兵那种兵油子的老气，总是那种猴精的鬼样子。就说一件常有的事情，他就甚至会在刚开完你的玩笑之后，然后又死皮赖脸的求你帮他做事情，比如说你帮我写教育笔记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我总是吃他这一套，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很难拒绝别人的请求，而且他五官还算端正嘛，主要是有气质加持，所以说也会让人愿意去多看2眼。他跟高大健壮的建委班长相比，他也是很高的，但是主要是精瘦类型的，就是肌肉线条很明显的那种。他的腿特别的长，又远看时你感觉他脖子以下都是腿。我很少用优美去形容一个人的跑步姿势，但是看他奔跑真的是一种享受。他的步伐里面全是从容，但是他却是中队5公里纪录的保持者，就是令人艳羡不已。而且关于跑步的科目，他也经常来指教我。而且他的床铺就在我的旁边，所以说他各种的生活细节我也一览无余，包括身子。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就是明明感觉他是一个很大条的人，但是内务却十分的整洁，就是看着二不拉几的感觉，但是心思却非常缜密。我们当时倡导的是什么严肃活泼，我感觉他就是把这个词给具象化了。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是谁都会想跟他做朋友的。关键是他作为班长又带我玩又带我训练，但是还从来不训斥我，毕竟训斥我是建委班长的职责嘛，就像是进入生活但却不进入身体，不用彼此负责一样啊，有种别样的快活，这是可以说的吗？所以说说句对不起建委班长的，甚至在日常里我可能还会跟武阳更亲近一些。我们那会儿也都说啊，班长都是别人的好，所以说你看，那就是男人天生就是会出轨的，就是不管弯的直的。当然，我清楚的知道建委班长才是给我最多的那个人嘛，所以说整个军旅生涯中，我也是明确的知道建委班长是为我花了最多心思的，所以说我先前大部分的篇幅全都是在说建委班长，而且建委班长目前也是我唯一长期在联系的一位班长了。但总的来说，我那个时候就是会跟武阳走得近一些嘛，而且我又是那种认准了一个人就会黏住不放的人，甚至希望这个人只跟我好。但当时因为援疆排的回归，加上我们又有人员离开嘛，所以说班级的编制就有了些许的变动。当时还分了老兵排、新兵排，不过当时也有不少老兵就塞进了我们新兵排嘛，就我们屋就来了几个新面孔，但都是我们班长的老熟人。凯班就是其中之一。把老兵放入新兵排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更好的带领新兵嘛，所以说加塞进来的都是一些强者。我们屋子里就来了几个士官，一个10年兵的海林班长，一个8年兵的张梦班长，一个5年兵的刘卫班长，然后就是4年兵的凯班。
他们都是后面会跟我关联的比较深的几位班长，就是在我的日记里可能会出现的频率会比较高一些，尤其是刘维班长跟凯班。我当时看不爽凯班的原因就一个，就是因为他跟我抢五羊。当然，这个“抢”这个字儿不太恰当，毕竟是我才是后来的那个。他回来后就跟五羊形影不离，而且我跟凯班那个时候还不熟嘛，话题很少，就是也根本加入不了他们两个人的对话。而且得知他跟五羊是同乡同批兵之后，甚至觉得自己才是多余的那个。就是要知道，当兵有一点是很奇妙的，就是无论你是什么时候当的兵，哪一年当的兵，就是一旦知道了有一个人跟你一样有当兵的经历之后，你就会跟他很快的熟络起来，就仿佛是老相识啊，大家都是战友。同年兵尤是如此，更不必说，他们两个是同乡里的同一批兵了，就是更是关系非凡。所以说，凯班就总是会找五羊侃大山，尤其是凯班援疆了大半年，经历的事情很多，五羊也很感兴趣的听他说。有休息时间，他们俩就黏在一起。而且，自从凯班回来之后，五羊就很少找我去闹了，而是跟他去闹。就是如此种种，我自然就萌生好一股的醋意嘛。就是强调一点，就是我对五羊不是那种取向层面的喜欢，就是那种一个很好的朋友被夺走的感觉。所以说我当时对凯班一开始是有一些排斥的，就是怎么都亲近不起来。这里就可以说一下凯班了，就是跟五羊不一样的是，性格方面，凯班谈不上多么阳光，但是也不沉闷那种，感觉中规中矩的，不算沉闷，有时候甚至也挺逗。形象上的话，他的个子不高，是真的不高，是在我们中队里最矮的那一档。平时也最容易被身高梗挑衅成功。举个例子，尤其是五羊，五羊是很高的嘛，1.83米、1.84米，就非常喜欢站在他的旁边，然后装模作样的挺腰板，然后凯班就会非常敏感的，然后微笑着对着五羊说：“你是不是想死了？”就是非常搞笑。训练的时候，五羊经常会叫他小钢炮嘛。训练场上他确实是又硬又快的那种，体能素质也是极好的。他的眼睛总是半张不张的，就是有点像灰太狼。只有在他搞怪的时候，才会把他的眼帘整个打开。所以说平日里的话，他的眼睛是有一股锐气的，让人觉得不太好接近。但是跟他接触久了，也是会发现他是极好的那个人。也就是知道他是那种外冷内热的人嘛，会有一种反差。但其实我是很喜欢这种反差的。但当时我是因为五羊被他夺走了，我对他是怎么看怎么不爽的，倒不是厌恶，就是有一种会抱怨的感觉，就是你可不可以去黏一下别人之类的，把五羊留给我，就是很搞笑。而且我那会儿比较别扭的一点就是，明明知道他跟五羊的关系非凡，但是我却没有想过去同时跟他也去搞好关系，反而还会去疏远五羊，就是很离谱吧。那个时候五羊想让我帮他写政治教育笔记啊，我都拒绝。有时候五羊挑衅我，想跟我一起打闹，我也没有在什么热烈激情的回应，导致五羊有时候经常觉得莫名其妙的，就真的很搞笑。我感觉那个时候真的肚子里面像住了一个林黛玉一样，矫情的不行。不过这种酸溜溜的情绪并没有维持太久啊，毕竟同一屋檐下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况且凯班的为人，我打心底是一点都不讨厌的，所以说熟络了之后，自然还是可以做朋友，有时候甚至还能闹到一块去。后面他让我帮他写笔记，我也不排斥。真的，我那个时候多少有点那种讨好型人格，除了帮班长写笔记之外，那就是帮排长写新闻稿之类的。不过也因此跟上位领导的关系处了都还行。总的来说，我后面跟凯班的关系也不算差，但是也好不到哪儿去。主要是因为我们当时跟他的训练场上的交集很少，因为跟五羊需要带我们训练不一样嘛。凯班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训犬，很少跟我们一起训练。远江排回来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我们中队还有军犬的编制。凯班一行回来之后，军犬也才跟着从支队一起拉到了山里。我想没有凯班这大半年，应该是这些军犬过得最舒服的日子了。我们有3条马犬，1条德牧，
据说这大半年全都是跟着救援中队的史宾格跟拉布拉多一起，体能素质自然是应该是下降了不少的。所以说这些军犬也需要加码的训练。其实训犬是很累的，犬累人更累，所以说训犬员的素质一定是要好。总之我们中队的训犬员也都是我们中队的素质顶尖的人。举个例子，就是带犬跑5公里，前2公里狗是比较疯的，就是狗拉着人跑，人要跟上狗的速度。后2公里狗跑不动了，人开始拉着狗跑，所以说比正常跑一个5公里是要累很多的。就是可想而知，其实凯班的身体素质也是够硬的，而且那种威风的大犬在凯班的那种口令下面一令一动，乖乖的执行动作，显得凯班其实还显得有点威风。莫名其妙就说了关于凯班的很多篇幅，但刚开始我跟凯班的关系确实不太值得太多的文字，因为我好长一段时间跟他的交集都是不算深的，真的没有想过他日后竟然成为我军旅生涯最重要的人之一。而我这个时候更多想说的其实是跟凯班一起回来的刘卫班长，他分到我们班之后就开始做我们班的班副了。他是真的是那种最好的邻家大哥哥的那种类型，会温柔的对待每一个人，肤色非常的黑，脸也很黑，所以说周围的人全都叫他大黑，我们新兵也都跟着一起后面叫大黑班长，他全都乐呵呵的应对，一笑就露出那种非常白的牙齿，他的性格真的是太好了，却是我们中队最稀缺的狙击员、狙击手之一啊！他只有在扛着狙击枪的时候才会眼神犀利。关于他的话，我后面还会有很多要说，因为接下来就有一件大事要发生了。大事就是在援疆排回来之后，我们就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阅兵安保。我们那个时候15年嘛，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家举行了那个非常隆重的阅兵仪式来庆祝。今年是80周年，不知道还会不会有阅兵仪式啊？就我当时是真的很兴奋，因为整个支队只有我们中队是负责阅兵现场的执勤，就是可以近距离看到阅兵仪式的。具体的话，我就会在这个下一篇去描述，因为到这里的话篇幅已经很多了，所以说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